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涉及到的就是西方疫苗和中国疫苗，为什么中国疫苗有那么大的供应量？那么我想呢，回到这个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我查了很多这个网上的资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别人没有做过，那么我呢就做了个分析，就是我来对比美国疫苗和中国疫苗的研发过程，然后这个对比我讲完以后，大家很自然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国疫苗一开始非常多。我先不告诉你答案，请耐心听下去。那首先我要介绍是美国疫苗是怎么样研发和制造出来的，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那美国有一个叫做 USA Today 今日美国的报纸，它今年2月7号有一篇关于这个过程的报道。那就是在去年，就2020年3月20号晚上，辉瑞公司才决定要制造一种疫苗来对抗新冠病毒。当时呢，这个有一个国际智库叫全球发展中心，它有一个医疗保健供应链专家，叫做 Prashant Yadav， 他有个看法，他说疫苗制造是一项几乎无限组合、必须完美运作的努力。原材料还有培养疫苗所需要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生长的培养条件都存在差异。所以他说这是一种具有既定原则的科学，但有时候比艺术更独特。所以呢，设计疫苗的制造工艺和开发新疫苗通常是需要数年时间的。但是呢，美国的辉瑞公司从去年3月20号决定开发疫苗，几个月内就完成了。然后呢，又把这个疫苗的制造周期从原定的一批要110天缩短到了60天。那么再下一步就要做3期临床试验的时候，每一期都要几个星期，如果结果都合格，才能得到美国药品和这个食物检验局的批准。那么当时美国有好几家制药公司在尝试突破，辉瑞和 Moderna 这两个公司呢成功了，但是另外一家制药巨头叫 Merck 失败了。那么那个阿斯利康就 AZ 的研发和制造过程当中是好事多磨，比方讲它的临床试验因为没有包括足够的老年人数量，所以试验结果一开始不被认可，让他回去补做。那么终于去年的11月下旬，请大家记住这个时间，11月下旬，2020年11月下旬，美国的辉瑞公司和德国的 BioNTech 这个公司合作，完成了44000人的规模的这样一个临床试验，然后 Moderna 也进行了临床试验。那么到去年底12月中旬，辉瑞和 Moderna 公司的这个疫苗得到了美国药品和食物检验局的批准，那么可以向公众提供了。但是下面这个数我要讲一下的，就是辉瑞当时呢是这个分3个地方，3个厂房，对它的疫苗生产链是分3处。它的中间环节是在 Michigan 的 Andover， 这个工厂在去年12月底，美国药物管理局批准它上市为这个公众提供的时候，去年12月底，它每周只能制造2批，每一批300万剂。那这个产能比起对疫苗的需求来讲，实在是杯水车薪。毕竟它造疫苗不是造橘子汁啊。所以每个批次要那么长时间，产量又那么有限，至少它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制造疫苗所需要的微生物，它会在制作过程中被用掉的。那么下一批疫苗就必须等微生物培养出来以后才能再做。那微生物的生长过程，它本身是一个缓慢的自然过程，你不能喂它，你得等它长。其次呢，就是辉瑞疫苗生产时间的1半以上是用来测试和质量保证，它必须确保说每个阶段生产产品都是安全的、纯净的，而且和测试时候的疫苗质量完全相同，没有差别。那美国药品食物管理局对疫苗的最终产品和生产过程都实行严格的监管。那么这种监管是要求说，只能在已经经过批准的建筑物和设备里制造。那么我刚才提到辉瑞疫苗，它的这个制造链条是分别在 Missouri 州的 Chesterfield， 在 Massachusetts 州的 Andover 和这个 Michigan 州的 Kalamazoo。
整个的3处的生产链条加在一起，一共是10几万平方米的厂房和实验室。那么员工是3班倒，每班30个到40个人，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在那里制造疫苗。那么今年春天，请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到今年春天，就去年12月底已经可以上市，但是产量小得可怜。那么到今年春天的时候，辉瑞疫苗产量有了很大的突破，差不多达到了每个星期可以生产4000万剂疫苗。那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美国各个州才开始开放疫苗接种登记。此前呢，疫苗只提供给老年人和医护人员。现在就是今年春天的时候，辉瑞疫苗产量大突破以后，这个其他年龄人在美国才可以接种。那么谈到这里，我想主持人问到的就是各个国家对为什么中国疫苗那么多，美国疫苗那么少啊？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答案了。答案就是一直到2个月前，美国的才刚刚生产出来足够的疫苗。那可以讲，美国开始向各国赠送疫苗的时间，几乎和美国民众普遍得到接种的时间是同步的。那么了解了美国疫苗的研发过程和制造过程，这个各国的民众也就会理解，美国是不可能在它的疫苗大规模制造出来之前去赠送各个国家，因为拿什么赠送啊？那么所以希望很多国家呢，这个民众想说，那疫情都发生了，为什么不给我们早一点疫苗？你不能指望说疫苗研发出来之前就能得到疫苗，那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骂执政党，有时候执政党很冤枉的，那疫苗根本就还没出来，就是没有足够的产量。那么疫苗是不是被这个欧美还有中国垄断的？那答案是说，美国的疫苗去年被美国的药品食物检验管理局批准的时候，它相关的专利就已经公开了。那么去年12月底，在美国有一个社交媒体叫 Reddit， 上面就有一个软件工程师用这个反向工程的手法编程分析出来了辉瑞疫苗的分子链，这个很多人都看到了。也就是说，疫苗的分子链都已经公开了。那么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疫苗是没有级别的，能够制造疫苗的国家都可以制造。这句话我再说一遍，能够制造疫苗的国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制造的。不是因为疫苗保密，而是说你制造的过程需要很复杂。刚才我举美国辉瑞的例子就说明这一点。那你既需要专业人员，也需要专用设备，更需要大量投资。再加上每个国家为了安全起见，你在自己国家仿制这些疫苗也是需要做临床实验，就像台湾现在正在做，这是需要相当长时间的。临床试验是急不得的。当然了，这个具备制造疫苗能力的国家毕竟在世界上是有限的，落后国家是没有能力制造疫苗。那么中国疫苗为什么比美国捷足先登？给大家一个印象说，哇，这个中国疫苗要占一半。道理很简单，人家本来就有疫苗研发的基础嘛，那毕竟的病毒就是他的，是从中国出来跑遍全世界的。而且呢，这个病毒还有明显的人造痕迹。我刚才讲这2句话，可能有些人觉得有争议啊，我想再说明一下。那么所谓病毒从中国跑出来传遍全球，美国最近找到了新证据。6月15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临床传染病》这个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这个论文表示说，还在武汉封城这个之前，就武汉病毒封城是2020年1月21号。那么早在这个之前，2019年12月下旬，从中国飞来的病毒携带者，就是比武汉封城早一个月，从中国飞到美国的病毒携带者已经在美国开始传染美国各州的民众，导致美国的 Illinois、Massachusetts、Mississippi、Pennsylvania 和 Wisconsin 这几个州出现了被感染者。但当时中国还不承认病毒会通过人传人传播，所以美国也不知道被感染者得到的究竟是什么病。那么这篇论文的引言中是这样写的，说美国已知的首批12例新冠病毒确诊者中，最早确认的新冠病毒症状
出现在2020年1月14号，就是说这些人2019年12月就已经到美国开始传播，但是美国确诊是到2020年1月14号。那么所有这12个例子，12个病例都到中国大陆旅行过，或者是和旅行者到中国来的旅行者密切接触。那美国呢，国内对新冠状病毒的检测是2020年1月中旬才开始的。这个记录显示什么呢？就他发现了美国最早的新冠病毒感染的来源。那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这个研究涉及的是2020年，就是刚才这个结论呢，是来自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他的研究涉及的是2020年1月2号到3月18号这个期间，美国50个州24000人的血清样本，得出的结论就是刚才这个结论：12个早期的、最早的，2019年12月就已经在美国传播病毒的这些人全部来自中国。那么刚才我还讲到一点，说病毒有明显的人造痕迹，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是美国的临床生物制药公司叫做这个 Atossa Therapeutics， 这个公司有一个创办人叫做 Stephen Quay， 他和另外一位作者就是美国的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的首席科学家叫做 Richard Mueller， 他们在6月6号给《华尔街日报》这个写了一封读者来信。他们在读者来信里表示说，有确切的证据显示新冠病毒是人造怪物，在实验室中进行优化，提升了感染力之后再外泄，导致全球爆发疫情。所以现在美国是正在追究武汉这个病毒研究所的责任。那么关于这一点呢，以前我们在节目里介绍过，我就不讲了。那么尽管中国开始研发疫苗比美国早，那么对外提供疫苗的时间也比美国早得多，但是中国疫苗的毛病还是很明显的，我刚才已经提到过。